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近日表示，拜登政府有计划与中方包括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产业政策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对话，并强调白宫无意激化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两国如何相处，不仅影响着两国本身，也影响着全世界。戴奇在随后提出了中美长久共存的概念，在寻求以全新、全面和务实的对华处理方式的背景下，美国将启动关税豁免程序，允许美企申请减免部分中国输美产品的加征关税。不难看出，戴奇这是有意在向中国释放善意。只是美方突然一改往日态度，这其中必然有什么原因。要知道，这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不断从军事、经济等领域针对中国，尤其是军事上的动作越发频繁。在这个局势紧张之际，一副要跟中国重新连接的模样。分析认为，这与美财长耶伦此前发出的警告有关。由于目前美国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28.4亿美元，且还在不断的刷新纪录，导致美国即将面临债务违约。对此，耶伦就表示，若不能想办法尽快解决债务上限问题，最终很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与此同时，拜登也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一颗流星正在砸向美国经济，而他本人对此持有悲观态度。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现在对债务危机都毫无办法。当然，除了无限制的借钱，进一步提高债务上限，但倘若采取这样的方式，就必然要求助中国。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唯一能够帮助美国渡过难关的。但以现在的中美关系，这可行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或许正是因为内部面临暴雷的风险，所以戴奇才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一旦戴奇开了一个好头，那么也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即将迎来巨大的转折。若是这样，那是不是说明了美国前不久允许孟晚舟回国，也是向中国释放善意的一种？面对这一情况，国人一眼看穿美国的目的。从美财长耶伦警告开始，到孟晚舟回归，再到戴奇释放善意，以及日前中美高层在瑞士的会晤，一系列举动或许都是想要中国帮助美国挽救国内的经济危机。看来，美国如今想要渡过难关，只能求中国了。只是帮与不帮，或者说如何帮，主动权在中国手里。毕竟，美国对中国的低头很可能是假象，难保该国不是在往后退一步，以此倒获得一计良策。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国都心知肚明。美国当前确实是需要中国的帮忙，但是该国的信誉在中国这早就没有了。倘若我国伸出援手，美国是否会在恢复过来后重新把枪口对准我们，这并不好说。再者，以美国近些年来对中国的针对性，凭什么美国一释放善意，我国就要接受？美国人骨子里的美国优先的毛病，短时间很难改。所以，就让拜登着急，我们可不急，只需要保持定力就可。美国若是真心想要缓和两国关系，该怎么说，该国心里自然清楚。据外媒报道，美国在近日公布了核弹头的数量。在美国的统计中，美国现役和非现役的核弹头数量为3750枚，这数量是美国自1967年与俄罗斯冷战之后核武器储备量最低的数值，也是美国在这4年来首次公布的数据。要知道，核武器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战略性武器，而核武器的数量更是体现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强大的证明。从美国公布的数据来看，核武器数量已经成为美国的最低值，与俄罗斯相比有了不小的差距。为何美国要自暴其短呢？美国近期主动愿意与俄罗斯就核军购问题进行全面谈判，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毕竟美俄的核弹头数量都非常惊人，其他国家核弹头数量全部加在一起，都与美俄两国差距甚远。这次美国首先爆出自己核弹头的数量，可以在核军购问题上抢占先机。要知道，联合国多次要求各个国家减少自己核武器的数量，而美国首先自爆核弹头数量，就可以公开要求俄罗斯必须减少到跟美国一样的数量的水平，不然俄罗斯在国际上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到时候，联合国以及全世界都会声讨和批评俄罗斯。如果俄罗斯按照美国公布的数量去减少，首先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毕竟造核弹头的价格不便宜，由于俄罗斯核弹头的数量远超美国，就必须要去减少大量的核弹头。如何去销毁，在什么地方去销毁，还有许多后续要去注意的问题，都会给俄罗斯带去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会让自己国家军事力量大幅度的减弱。可以说，俄罗斯如果这样去做了，无异于自断手脚。
再说核弹头数量有多少，这是美国自己公布的，其中美国有没有在数量上进行隐瞒，这都是说不清楚的事情。俄罗斯想要去质疑它，也必须拿出证据。让俄罗斯去调查美国核弹头数量，这是痴人说梦，不但要花费巨额资金，还要花费巨大的时间，甚至花费了这些也无法调查清楚。美国这一个公布核弹头数量的举动，就是让俄罗斯进退两难。而且现今核弹头已经不追求多，而追求精，这就需要研发出技术先进、精准度高的核弹头出来。美国很有可能提前销毁了那些技术方面落后或者是快要报废的核弹头。那么俄罗斯如果现在要保持和美国一样的核弹头数量，那就很有可能要去销毁一些相对先进的核弹头。毕竟这个时候要受全世界的监督。从美国提出核军控的问题以来，美国就把这个当作世界和平的借口，利用各种手段和阴谋打压其他国家的核战略发展。美国到了这个时候都不愿意拿出诚意，只是想用各种办法来坑俄罗斯。俄罗斯肯定不会同意美国毫无诚意的谈判。看来这次美俄的核军控问题谈判大有可能陷入僵局了。或许是因为普京总统生日，乌克兰不想给俄罗斯添堵，又或者是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最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叫嚣减少了，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白俄罗斯。有乌克兰政客叫嚣乌克兰与白俄罗斯间要爆发战争，这不禁让很多俄罗斯人产生了警惕。为什么乌克兰叫嚣白俄罗斯，让俄罗斯人产生警惕呢？这就要从西方的一贯做法说起了。据《环球时报》10月7号报道称，乌克兰一名议员声称，乌克兰与白俄罗斯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高，比被俄罗斯入侵更具可能性。他还声称，白俄罗斯对乌克兰进攻是因为卢卡申科对普京的承诺，因为俄罗斯处于西方的压力，不能亲自出手公开进攻乌克兰，而白俄罗斯却可以。在俄罗斯飞机和导弹的支援下，白俄罗斯很可能对乌克兰发起进攻。该议员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为此准备了很久。俄罗斯确实有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导弹的行为，但这些并不是单纯的针对乌克兰。要知道，美国以及北约也在乌克兰境内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建立军事基地，现在乌克兰却跳起来反咬一口，给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扣上了一顶战争的帽子。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西方的陷阱，普京总统必须警惕。美国和北约一直想给乌克兰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这就是俗称的养狗战术，给乌克兰各种援助以及支持，就相当于给足了狗粮，让他有能力紧盯敌人，而北约和美国就可以在背后坐收渔翁之利。乌克兰真的愿意当这只狗吗？其实他也是迫不得已，和俄罗斯关系已经闹僵，加上国内矛盾严重，迫使他不得不彻底倒向美国，寻求西方的援助来对抗俄罗斯。叫嚣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向西方寻求更多的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也是在向白俄罗斯示威，告诉他们乌克兰早有防范，不要轻举妄动。殊不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根本没有战争的打算。乌克兰叫嚣的行为，在外界看来像是一个小丑出尽了影像。不过，从乌克兰近年来的举动来看，西方国家的养狗战术已经成型。在西方源源不断的承诺以及援助下，乌克兰已经成为北约安插在俄罗斯家门口的一枚重要的棋子，随时可能对俄罗斯亮出锋利的牙齿。普京总统还真不得不防。近期来，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就不断从各个领域针对中俄两国的发展。因为美国开始惧怕中俄的实力，认为我们会对美国的霸权产生影响，因此就总想着怎样遏制中俄两国前进的脚步。但是由于拜登政府把过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中俄上面，从而忽略了美国境内所出现的危机，导致美国的经济一度下滑。据悉，由于美国总统拜登在上台以后，为了能够缓和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就开始大量进行放水印钞模式，从而导致美国进入大幅度通胀状态，经济迅速衰落。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警告称，如果美国在本月18号前不能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那么美国将陷入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若是国内出现这样的情形，那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不履行政府的偿债义务，会让美国的经济很可能陷入一次重大的衰退。有相关分析人认为，如今美国境内形势紧逼，债务危机指数飙升，留给拜登的时间属实不多了。拜登政府应该将重点放在怎样解决自己的国内事，而不是在国内危机四伏时还想着怎样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若执意如此，那只能说明拜登是一个很失败的美国领袖。此外，从美国当前的现状来看，拜登离卸任的时间已经不远，因为正如美国官员和群众所说的一样，拜登自从成为美国总统以后，确实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反倒是添了不少乱。就拿美国经济发展来说，美国的经济就是拜登上台以后开始衰退的，因此拜登的总统位置可能是坐不长了。面对美国当前的经济衰退，即将进入债务违约状态的局面，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也承认了这样的现状。他表示，如果美国进入债务违约的状态，这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因国家的安全失去了经济支撑，所以不能保证军队能够全额并且按时得到军饷，这可能会伤害到许多服役士兵和他们的家庭。
家庭。所以说，美国应该看清当前的局势，跟中俄作对，那么后果必定还会更加严重。只有跟我们合作，坦诚相待，才是唯一能救美国的机会。如果拜登政府还不愿意清醒，那只会让美国更加衰落，没有别的出路可循。近期来，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在全球的利益和地位，看到中俄的迅速发展后，就开始干扰我们的发展。他们认为中俄的实力威胁到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所以就想遏制中俄的发展。而北约表面上看上去是西方联盟，但实际上就是美国用来对抗俄罗斯的一个组织。而且北约不光同俄罗斯一直都处于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对中国此前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言论，还声称要团结一致对抗中国。但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近日北约却突然改口了，称没有把中国当成是对手，也没有当成敌人。究竟是在卖什么关子呢？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北约没有把中国当作敌人看待，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对手看待。北约需要与中国更多的接触，必须在气候变化等诸多问题上同中方进行更多的讨论。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全球就没有办法减少足够的排放。有相关分析称，斯托尔滕贝格的言论还需进一步的考量，因为我们都明白，北约在美国的压制下很容易一边倒。如果美国态度变得强硬的话，他们必定会倒向美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斯托尔滕贝格虽说声称不把中国当成敌人和对手，但实际上话语权还是在美国人手里。可以用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说法，那就是此前的乌克兰想加入北约的事件。之前乌克兰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靠山，就不断的寻求加入北约，最终北约也同意了乌克兰的加入。但就当乌克兰信心满满的对外宣称即将加入北约组织时，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制止了这一事件的发生。美国总统拜登以强硬的态度回应，目前还没有考虑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想法。随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委婉地拒绝了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的请求。而面对这样的情形，我国相关军事观察人士也评论称，如果相信斯托尔滕贝格的话，那我们就是上当了。他们只会嘴上说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从斯托尔滕贝格的表态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现在是北约有求于中国，想利用中国来解决气候问题，才声称不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实际上，北约的目的还是没有变的。到关键时刻，他们还是会翻脸不认人，将中国视为敌对的对象。总之，如今国际局势变幻多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实力。只有中国的实力强大了，我们才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